妈就来了消息：张毅，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现在大家都不出去扫雪了，你要为这个事情负责任。张毅看到林大妈的消息，冷冷一笑，拿起手机，少在我面前狐假虎威，被别人骂了你都不敢吭一声，跑我这里刷存在感，再让我听到你瞎嘚的，小心我弄死你！张毅说出这番狠话，林大妈顿时吓得不轻，缩在墙角不敢说话了，在心里默默地问候了张毅祖宗18代。此时的张毅正在悠闲地吃着零食，砰砰的敲门声把他吓了一跳，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前世第一个砸开他家门的陈正豪。他一边砸门一边大骂：你特么是不是想找死？敢拿老子在群里说事，看老子怎么弄死你！张毅不慌不忙地从异空间拿出一把弩，打开门上的射击孔，悄悄地对准正在踹门的陈正豪。谁收拾谁还不一定呢。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张毅看着冰封前世破他们，让自己惨死家中的黑老大，心中发誓此生定要你血债血偿。就在此时，陈正豪拿着棒球棍骂骂咧咧地砸着张毅家的门。张毅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举起弓弩对准了陈正豪的脑袋。但在此时，张毅改变了主意，不能让他死得太容易。于是张毅将弓弩对准了陈正豪的小腿，只听嗖的一声，一条细剑破空而出，直接贯穿了陈正豪的小腿。陈正豪应声倒地，发出了杀猪一般的叫声，疼得满地打滚。张毅看着外边的情形，在这种零下几10度的气温下，腿部受到贯穿伤，而且缺医少药，感染是必然的事情。陈正豪这条腿算是废了。陈正豪此时拖着受伤的小腿，一瘸一拐地退回到了电梯里，吓得冷汗直流。在这种低温环境下，伤口迅速结冰。此时的他心里的寒冷比空气温度更低。那小子来真的，他刚才差点杀了我。陈正豪明白，在这种温度下得赶紧处理伤口才行，不然这条腿就完蛋了。他赶紧拨打了120，电话却一直显示忙线。此时的陈正豪心凉了，看来这场暴雪使医院也陷入了停摆状态，再等下去腿就废了。陈正豪决定自己给自己动手术。他从抽屉里找到刀子和酒精灯以及纱布等物品。极寒气温下，伤口已经结冰，小腿完全没有了知觉。虽然没有麻药，这种低温之下痛觉麻痹了不少。只听咔嚓一声，剑被拔了出来。陈正豪疼得躺在沙发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心中对张毅的仇恨达到了极限。张毅，老子一定要杀了你！随后他拿起手机在业主群里发去了一条信息：张毅，你给老子等着，不弄死你老子是不为人。张毅也随即回复道：再汪汪乱废，剩下的那条腿也给你废了。业主群看到两人的对话，顿时一片哗然。他们没有想到张毅跟陈正豪互殴，张毅还伤了陈正豪一条腿。而另一边的陈正豪看到张毅的回复，肺都要气炸了。他立刻打电话给自己的小弟，让他们抄上家伙过来，势必要将张毅干掉。这个男人只因在小区聊天群里多了一句嘴，就遭来黑老大小弟的围殴。就在刚刚，陈正豪的小弟们接到电话，马不停蹄地带着钢管砍刀赶了过来。他们看到自己大哥腿上的伤，纷纷叫嚣着要把张毅弄死。这个张毅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们现在就去剁了他。如今雪灾封城，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上门打人。说着，一帮人气势汹汹地带着砍刀来到了24楼张毅家。一群人想要破门而入，带头小弟哐哐哐地用大砍刀砸着门，力道大的震得手腕发疼，却不见大门有一丝破绽。只听到当啷一声，砍刀应声分成2段。这群小虾米立马傻了眼，他大爷的，这门竟然是纯金属的！看着断裂的大砍刀，再看看张毅家的门，费劲砸了半天，金属门上就出现了几个小小的白点，掉了点漆而已。而屋内的张毅正在打着游戏，听着外边咚咚咚的砸门声，语气不慌不忙：这么多人都没吃饭吗？就不能用点力气？那些小虾米听到张毅如此嚣张，顿时更加来气，下手也是更重了起来。张毅走到厨房，用一根水管子接在水龙头上，一边接一边调侃道：火气这么大，让我来给你们降降温。说着将水管子对准大门的射击孔，开足马力呲了过去，汹涌的水流如同暴雨一般，瞬间淋在他们身上。室内外100度左右的温差，水流出去落在这些人身上，迅速结了冰，顿时让他们坠入冰窖一般，甚至有些人因为温度过低当场休克。张毅此时坐在沙发上哼着小曲，悠闲地玩着游戏，听着外边杀猪一般的叫声，心情愉悦到了极点。陈正豪的这些小弟连滚带爬地撤回到6楼，缩在陈正豪的房间抱成一团，上气不接下气地打着冷战。陈正豪看到这群狼狈的小弟，一脸懵逼地问道：这特么谁来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而这些小弟则是一个个慌忙地找被子和床单取暖，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一个个都被冻得嘴唇发紫，哆哆嗦嗦地说道：张毅这个狗东西太卑鄙了，大门不知道有多厚，砍刀都砸断了，只是掉了一点漆，他居然还拿水管子刺我们，要不是我们跑得快，兄弟们都挂了。陈正豪听着气愤地摩拳擦掌，但也无可奈何。我就不相信他一直待在家里不出来，派2个人守在张毅家门口，等他出来就弄死他。小弟们纷纷应和。此时的张毅正站在阳台上，看着这场暴雪的进展。外边尤大叔带着几个人正在兢兢业业地铲雪，看着漫天雪花，尤大叔也意识到这样铲雪根本无济于事。而张毅回到客厅，看到新闻报道，依然是官方宣传的运筹帷幄，让大家不要紧张慌乱，相信官方的力量。张毅打了个哈欠，摇了摇头，这场雪灾的庞大与可怕程度是人类所无法想象的。
有卧龙的地方必定有凤雏的存在。一个白莲花，一个绿茶，一唱一和，妄想骗取张毅的物资。就在此刻，张毅悠闲地在沙发上摆弄着手机。业主群里林大妈依然喋喋不休地宣扬着新闻报道，告诉大家要相信政府的力量，雪灾很快就会过去。此时消停了许久的白莲花方雨晴发来了信息，她关切地询问张毅与陈正豪的斗殴中有没有受伤。张毅此时才不会相信白莲花会如此好心，果然下一秒白莲花就露出了狐狸尾巴。他询问张毅还有没有食物，能不能借给他一点，等雪灾过去请张毅吃饭。张毅看着方雨晴发来的信息，嘴角露出一抹冷笑。他记得上次去超市，方雨晴和林采明也买了一些东西，这才2天时间就撑不下去了，随手咔嚓一声用手机拍了一张刚刚吃剩下的龙虾照片发给了方雨晴。你瞧我也没有多少食物了。方雨晴和林采明看到照片后气得眉毛倒竖，随即骂道：该死的张毅，自己吃独食，有好吃的也不说给我们送点过来，这种男人活该单身。另一边的林采明马上给张毅发了一条信息：现在雨晴不高兴了，你赶紧想办法哄哄雨晴吧。张毅看着2人的信息，不屑地笑了笑，两人戏还真多。林采宁随后又摆出一副说教的嘴脸：张毅，你真是糊涂，这是多好的机会啊，这个时候好好表现一下，没准雨晴就答应做你女朋友了。张毅冷冷地笑着：白莲配绿茶，还真是绝配啊。张毅随后故作茫然地回复了一个字：哦。两人看到回复后，肺都气炸了，七嘴八舌地骂道：这个张毅太不上道了，说了这么多，脑袋还不开窍。方雨晴清高地说道：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张毅这个人了。林采宁提议道：除了张毅，不是还有其他的舔狗吗？方雨晴像找到新大陆一般想到了周鹏，马上给周鹏打了一通电话。不到5分钟，周鹏就抱着一些零食送了过来。方雨晴故作矜持地对周鹏抛了个媚眼，假惺惺地说着感谢的话。周鹏走后，方雨晴立马变脸：就周鹏这样的绅士，连备胎都没资格，还好意思对我有想法，下辈子都没戏。而另一边的张毅一边啃着鸡腿，一边等着小区的群里炸锅。冰雪末世到来的第3天，真正的噩梦拉开序幕。张毅非常清楚今夜会发生什么。突然之间，整个小区停电了，紧接着自来水公司也无法提供正常供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冰雪末世突然的停水停电，整个世界被黑暗吞噬。有些人已经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邻居们陷入一片恐慌，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电，空调彻底罢工，零下几10度，这样下去会死人的。有孩子的家庭更是陷入了绝望，连冲奶粉都成了问题。大家还在期盼官方有个说法。张毅漠然地想着，这种时候只能自救，官方都自身难保。他不慌不忙地打开提前准备好的供电设备，家里顿时温暖如春。整个小区唯有张毅家的窗口闪烁着亮光，犹如黑暗中被点燃的灯塔。而缩在被子中冻得瑟瑟发抖的林大妈，已经通过居委会提前得到消息，这场暴雪会带来一场生物大灭绝，要想活下去，只能多囤物资。林大妈死死盯着居委会群组里的消息，浑身都在剧烈的颤抖，身旁的小孙子还在吵着要妈妈。不过林大妈很快调整状态，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她要想办法活下去。其他业主还不清楚这次雪灾的严重性，趁着现在还有些影响力，赶紧多搞些物资。林大妈果断地拿起手机，在群里发了一条通知：大家放心，设备已经在抢修中，接官方通知，各小区将由居委会统一管理，如不配合，雪灾过后组织会一一清算。这番话引起了其他业主的质疑。张毅不屑一顾地看了眼群消息，而在另一边，之前被张毅打断了一条腿的陈正豪，此时拖着一条断腿，在家里几乎要被冻死了。而那些小虾米就更惨了，裹着被子发着烧，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只能硬撑着。陈正豪看到群消息，气不打一处来，这个老东西整天拿着鸡毛当令箭。此时的张毅根本不关心外边的情况，在家里悠闲地打着游戏。林大妈这时又在群里发布了第2条命令，让大家将物资统一交到她手上，她来进行调配。张毅拿着手机挑了挑眉，发出一声嗤笑。他当然知道林大妈在说谎，上一世他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方式从别人手里骗走了不少物资。这时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在沉默。紧接着林大妈将矛头对准了张毅：小张，你在超市仓库工作，家里肯定储备了不少吃的，现在是你贡献一份力量的时候了，雪灾过后大家会感谢你的。张毅冷笑了一声，上一世他把自己囤积的物资拿出来分享给大家，可是结果呢？等来的却是邻居们将他活活分尸。他嘴角上扬，懒洋洋地发了条语音过去：我们家东西也吃完了，林大妈，你到时候收集到了物资，麻烦也分我一点。冰封末日物资短缺，这个女人却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林大妈听张毅说物资都吃完了，当即气得破口大骂：这小子骗鬼呢！雪灾前买了那么多食物，现在却一点都不舍得拿出来。林大妈铁青着脸，她认准了张毅是条大鱼，只要能搞到张毅的物资，她和孙子起码能撑上1周。林大妈不死心地给张毅拨通了电话，语气温和地说道：小张啊，都知道你是仓库主管，你家里能缺吃少喝吗？这是组织的命令，你一定要配合呀。张毅拿起一根牙签剔着牙，漫不经心地说道：真没骗你，这年头地主家也没余粮了。林大妈，你起个带头作用，送我几包泡面吧，发挥一下组织的精神。听着张毅油盐不进的态度，林大妈顿时怒了：张毅，别给脸不要脸，
我现在可是代表的组织，你拒不交出物资，就是跟组织对抗。等雪灾过去，组织一定会处理你。张毅冷笑一声，不过就是一个居委会打杂的，别说公务员了，连编制都没有，在我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平时哄哄自己就行了，还真把自己当棵葱了。谁拿你沾大酱啊？张毅无情地揭穿了林大妈的真面目，果断地挂断了电话。林大妈的肺都要气炸了，咬牙切齿地想把张毅大卸八块。她想在群里号召大家集体谴责张毅，又怕大家效仿张毅聚焦物资。林大妈越想越气，现在对她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去骗别人，把物资搞到手。窗前大雪越下越急，张毅一边吃着东西，一边通过监控观察着邻居的动向，还真有一些傻子陆续地把物资交到了林大妈手上。张毅吃着面条，冷眼旁观着一切。有人想做冤大头，他也拦不住。在这种极端天气下，手握物资才是王道，否则只能等死。林大妈骗到一些物资后，就好像消失了一般，群里安静了好几天。终于有些人忍不住在群里开始质问林大妈，物资该怎么分配？家里已经没有余粮了。此时的林大妈裹着被子，正在和小孙子一起享用骗来的食物，边吃边嘲笑这帮蠢货：老娘辛辛苦苦骗来的，怎么可能给你们？做梦去吧！正在得意时，6楼的社会人陈正豪打来了电话。当他拿起手机，看到来电人的名字时，脸上却露出了一抹害怕的神色。陈正豪可是远近闻名的社会人，手下小弟多，背景很强大。陈正豪上来就管林大妈要食物，林大妈脸色难看，没想到这个流氓盯上了他的物资。他咬了咬牙说道：“收上来的物资要进行统一处理，现在还有一些邻居没有上缴，所以还不能进行分配。”陈正豪懒得跟他废话，凶相毕露：“老东西，你不要给脸不要脸！不把东西交出来，我就带着弟兄们过去取。”冰封末世第一场黑吃黑出现，只能说社会我豪哥人狠话不多，拳打社区老太婆，脚踢3岁小屁孩。陈正豪挂断电话，带着自己的小弟，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冲到了林大妈家里。林大妈拼命地想要堵住大门，声嘶力竭地喊着：“你们这是私闯民宅！”陈正豪不等他把话说完，一个大逼兜就呼了过去。此时的张毅正坐在电脑前，悠闲地吃着零食，看着刚刚发生的一幕。没想到好戏这么快就开始了。张毅脑袋灵光一闪，如果我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发到群里，不知道会怎么样。张毅嘴角露出坏笑，紧接着他按下了录制键。视频中林大妈被打倒在地，陈正豪命令自己的小弟将屋里的食物全部带走。林大妈见状哭着爬过来，抱着陈正豪的大腿哀求道：“你们不能把东西都拿走，都拿走了，我和我孙子还怎么活？”陈正豪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说道：“怎么活？关老子屁事！”说着一脚将林大妈踢开。林大妈发出杀猪一般的叫声，向后倒去。旁边的小孙子目睹了这一切，拿起手中的小刀，朝其中的一人刺了过去。正在搬运食物的黄毛小弟一声尖叫划破长空，扭头看到扎自己的竟然是个小孩子，更是气得眼睛冒火。“你大爷的！”黄毛愤怒的对着小虎的肚子就踹了过去。小虎被踹得直接凌空飞起，狠狠地撞在了墙上，像一团垃圾似的滑落在地，没有了声音。林大妈看到自己的孙子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绝望地朝小虎爬了过去，声泪俱下地喊着他的孙子。而陈正豪则义正言辞地说道：“这就是你哄骗邻居们的代价，一老一小都不是东西。”临走朝林大妈啐了一口痰，一群人哈哈大笑着，拿着自己的战利品离开了林大妈的家。张毅将这段视频发到了业主群里，顿时业主们炸开了锅。看到林大妈被暴打，他们的第一反应居然是高兴，彩虹屁一波接一波的吹起，都在赞美陈正豪是英雄，替业主出了一口恶气。张毅看着业主们的反应，嗤笑地摇了摇头。这些业主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陈正豪今天可以闯进林大妈的家里抢劫，那么有一天同样可以闯进他们的家里。而随着人们渐渐对外界的一切失去希望，这种事情就会迅速的来临。不过，眼看着业主们还能在群里畅快的聊天，也证明了一个情况，那就是大家手里面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物资的。大部分家庭的情况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惨。岳麓小区许多人都是在仓库区工作，家中有囤物资的习惯，即便不在仓库区工作，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折价的商品放在家里。一箱临期的泡面，节省点就够3口之家存活4-5天。因此，即便现在大家想要吃饱穿暖非常困难，但是节省一点的话，一段时间内还是能够维持生存的。上一世，张毅就足足撑到了1个月，然后才被饿疯了的邻居们冲上门，活活分食。财不外露，这个道理大家心里面都明白。之所以一个个的在那里哭穷，都是怕别人找他们借物资。当然了，他们也只是在勉强维持生存。如果说生活质量，那种事情与他们现在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关系。张毅不再看聊天群里的消息，他从异空间当中取出一个箭靶放在墙上，然后拿起自己的手弩与复合弓，开始练习射击技术。即便他的安全屋如同钢铁堡垒一般坚固，但生存在末世不可以有丝毫的懈怠。只有每天坚持不懈地练习生存技能，才可以
让自己苟到最后。而且练习射击对张毅而言也是一种不错的娱乐方式。至于枪法，他就没有练习的必要了。他有射击协会的会员证，懂得枪械如何使用。虽然不能说枪法精湛，但是枪这个玩意，只要拿在手里，就是一种巨大的威慑。子弹只有100发，又不像箭矢一样可以回收利用，还是节省一些的好。林大妈被陈正豪抢劫了家中的物资，自己和孙子小虎也被暴打了一顿。老娘们强撑着一口气，倒是还能活动。不过他孙子小虎，那可是被陈正豪手下的小卡拉米一脚狠狠地踹在了肚子上。6岁的孩子被这么踹上一脚，根本承受不住，内脏都出了问题。他绝望之下，只能够在业主群里面求救，希望有人可以帮忙救救他的孙子。不过由于他之前骗取物资的事情，让大家对他都特别反感，根本没有人愿意帮助他。我知道之前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可是我孙子是无辜的呀，他还是个孩子，你们救救他吧。林大妈在群里放声大哭，声音当中充满了绝望。业主们却没有人同情他，反而是有人嘲讽起来。谁知道这一次又是真的假的？对啊，再说了，我们又不是医生，没有那个能力帮你们。要不是你自己骗大家物资在先，豪哥会打你孙子吗？说到底还是你自找的。林大妈崩溃的大哭，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只要你们能救我孙子，我给你们磕头都行啊。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周可儿的女人发来了消息，让我给孩子看看吧，不过我不保证一定可以把他治好。张毅看到周可儿的消息，脑海当中立刻浮现出一个留着长马尾、身材高挑傲人的御姐形象。周可儿是天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上一世他利用自己的医疗知识救治了许多人，是邻居当中不多的好人之一。他平日里有些高冷，不太爱在业主群里面说话，这一次看到小胡有生命危险，才站出来发声。林大妈这时也想起来小区还有这么一位医生，连忙千恩万谢的把孩子送过去了。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林大妈焦急的声音再度在群里响起：谁家里面有止血药、抗休克药物和抗生素的？我家小虎需要动手术，求大家帮帮忙，我给你们磕头了。林小虎伤得很重，那一脚让他的肝脏都破裂了。周团儿虽然是医生，但是家里面却没有那么多药物。业主们听到林大妈的求救，都笑笑不说话。开玩笑，谁家里也不会备着这些药物啊。陈正豪还在群里说风凉话：怎么磕头？在群里面磕吗？底下顿时发来了一大片哈哈哈的笑声。林大妈的声音都带着哭腔了：只要你们能帮忙，我现在就磕。张毅挑了挑眉毛，还真别说，这些药物他的异空间里面都有，但是他绝对不会拿出去救林小虎。一来漠视之下，药物可是和食物同样重要的物资，他不想暴露；二来他实在讨厌林大妈还有那个被惯坏了的猴孩子。再说了，受了那么重的伤，即便勉强就过来了，也熬不过去漫漫寒冬，不如把这些药物留下来自己使用。后面不管林大妈怎么在群里哀求，都没有人站出来帮她。许久之后，周团医生才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说他已经暂时帮林小胡止住了伤势，但只是紧急处理，维持不了多久，之后必须到医院去做手术才能让孩子活下去。他还表示，如果大家遇到了疾病，他可以帮忙治疗。下面很快就是一堆彩虹屁，即便是陈正豪和富二代许浩，也殷勤地夸赞周可儿医者仁心。往日里，大家对这个高冷的女医生都不太感冒，可现在这种时候，谁都怕死，因此都努力的在讨好周可儿。张毅依旧没有在聊天群里面说话，只是静静观察着事态的变化。最近几天，方雨晴没有再联系他，张毅也乐得清闲。不过他知道，这个白莲花不久之后肯定会过来求他。现在不找他，只是想要维持他那可怜的虚荣心。他一直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女人，不会主动去对男人低头。当然了，有钱人除外。但是以后呢？大雪还在下，整个1楼都被彻底淹没了。现在别说离开小区了，就算是想要离开小区的大门，都要面对4-5米高的积雪。物资消耗殆尽是必然的事情。到时候以这个白莲花的性情，
肯定会过来找张毅讨要。距离末日开始1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7天的时间说长不长，可是对于一群忍受着严寒，每天只能蜷缩在家里的人而言，比度过了7年还要漫长。从一开始，他们内心还充满了希望，到现在，几乎人人都认识到了现实，在家里面等待救援的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因为他们通过网络已经知道了，全世界都遇到了数十万年难得一遇的特大雪灾，整个世界都被暴雪所淹没，甚至在北方的一些城市，温度达到了零下100多度，暴雪下得更大，许多城市都被直接淹没。虽然官方还在通过为数不多的渠道鼓励大家团结互助，好好的活下去，但是看着外面冰封的城市，大家的心都彻底沉了下去。由于物资匮乏所引发的问题愈发的尖锐，林大妈家中的食物都被陈正豪抢掠一空，孙子又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让他陷入了癫狂的状态，整天在群里疯狂的叫嚣，说他是居委会的领导，要求大家必须把物资都交给他。可是现在大家伙也算是学聪明了，根本没有人鸟他。业主群里住在12楼的宝妈谢丽梅忽然发了一条消息：谁家里还有吃的吗？我和孩子已经2天没吃饭了，我可以高价买。就是这条消息在业主群里面引起了微妙的变化。过去大家都觉得灾情很快就会过去了，城市也会解封，所以虽然有食物的交易，但是价格只是比平常高上几倍。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家里面物资都消耗完了，这种时候食物就是性命，是活下去的希望。不久之后，突然有人说道：我家里还有几包泡面，需要的话可以卖给你，不过一包我要1000块，一包泡面1000块。这在过去是想都无法想象的事情，他们或许都没有想到这一次的交易将会对整个业主楼产生多大的影响。张毅拖着下巴看着手机，淡淡的说道：奇妙的事情就要开始了。谢丽梅没有回话，显然还是有些犹豫。至少现在人们尚且抱有一丝希望，认为雪灾是会过去的，到时候人就依旧要生活，依旧要赚钱。就在这个时候，许久不在群里说话的富二代许浩突然冒了出来：我出2000块一包，你们家有多少我全都要了。富二代林浩的一番话直接让整个聊天群里炸开了锅。什么？一包泡面2000块？我没听错吧？喂，你们不要这个样子哄抬物价啊！我有点害怕了。有些人颤颤巍巍地说道：雪灾一定会过去的，对吧？真没有必要这样子。他发的是一段语音，可是颤抖的语气已经说明了他内心的慌乱。人们并没有彻底放弃希望，每天早上睁开眼睛都渴望看到大雪停下，太阳升起，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可是宝妈谢丽梅与富二代陈浩高价收购食物的事件，深深触动了他们心中本就脆弱的那一根弦。有人故作镇定地说道：别开玩笑了，一包泡面2000块，真以为世界末日了呀？哈哈，只不过是雪下的大了一点而已，今年的冬天提早到来了吗？又不是丧尸围城，至于吗？张毅看到这条消息却是轻笑着摇了摇头。丧尸围城？不要拿那种低端的事情与这次寒冰末日相比。丧尸虽然可怕，但依旧是人力可以抗衡的。然而面对大自然的天灾，渺小的人类在宇宙的力量面前脆弱的如同虫子，他们尚且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场怎样可怕的灾难。许浩在群里嚣张地说道：你们别管那么多，反正我就是有钱，花钱买个安心行不？你们愿意卖就私信我，不愿意的就拉倒。许浩装作无所谓的样子，但是张毅已经看出来他的无所谓都是伪装，实际上他早就开始害怕了，否则他不可能开出一包泡面2000块的天价。这个事情不难思考，虽然许浩很有钱，身家几个亿，但是在末日的当下，他别说潇洒的享受富人生活了，就连点一份外卖都做不到。有钱人未必善良，但绝对不蠢。意识到危机严重性的许浩开始高价收购邻居手中的物资。宝妈谢丽梅激动地说道：你怎么能这样啊？我们家一口吃的没有了，买食物是救命的。
许浩很光棍地说道：“我可没有跟你抢，只不过我开价高一些，大家愿意卖给谁是他们的自由，你管得着吗？”谢丽梅见到许浩不鸟她，便在群里面哭诉道：“求大家帮帮我们吧，我女儿才9个月，我没有吃的，就没有奶水给她，我们娘俩都要饿死啊！”业主群里面对谢丽梅的话语保持着沉默。这个时候，人性自私的那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人家许浩可是开价2000块一包泡面的价格，你谢丽华给的价格只有人家的一半。要知道，天海市的人均工资水平也不过5000块，谁又愿意把自己辛苦攒下的物资便宜卖给你？不少人已经私下里面找许浩聊天，然后开始谈起了交易。谢丽梅仿佛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继续在群里面哭诉，请求大家帮助她。可是仍旧没有一个人开口，甚至连一个安慰她的人都没有。毕竟你张嘴了，谢丽梅就可能会觉得你心软，然后死死咬上你。这个无助的宝妈急得痛哭失声。她带着8个月大的孩子，现在照顾自己都费劲，更别说还带着一个完全没有自主能力的宝宝。张毅的脑海里面浮现出前世关于谢丽梅的记忆。他对于谢丽梅的印象并不深，因为这个女人一直都以柔弱的宝妈形象示人，靠着这一点博取同情，换取物资苟活了下去。然而有一点却是很离奇，张毅的记忆当中，他和他的女儿知道后来都活得好好的。想到这里，张毅的眸中闪过一抹金芒。这个女人绝对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一切粉色的东西切开了都是黑的。当初自己死后，她大概率也分了一杯羹。张毅明白末世当中圣母心是致死最大的因素，所以他没有出声，选择对谢丽梅冷眼旁观。末日当中死的人太多了，他只想管好自己，至于其他人死了也就死了。不过谢丽梅的哭诉终于发挥了一些作用，保安尤大叔心软，最终答应分给他一些食物。谢丽梅对尤大叔千恩万谢，声称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他的恩情。张毅通过监控发现许浩靠着超能力，最终从许多邻居手中买到了物资，数量不算太多，可也足够他和他女朋友生存个几周了。张毅嗤笑道：“这是金钱在末日当中所能发挥的最后余热了。大概不需要多久，人们就会随着物资的耗尽，发现金钱变成了废纸，物资才是绝对的王道。到时候，不知道多少人会对自己售卖物资的行为悔青了肠子。”不得不说，许浩的确是在业主群里面开了一个坏头。而且，由于整个小区25座单元楼，许多业主都是朋友、同事，许浩重金购买物资的事情影响到了身边的所有人。当他用真金白银为物资定下了一个高价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现在的物资有多么稀缺，每个人都更加紧张地握紧手中的物资。雪灾刚开始，还有一些人会跟邻居友善的分享，互换一些物资，可现在他们变得比葛朗台还要吝啬。就算是遇到最好朋友借吃的，他们也会用各种借口拒绝。寒冰末日来临，第10天，此时方雨晴和林彩宁的家里，物资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原先口味刁钻，喜欢吃高档食品的2个人，此时为了一包泡面都能够吵起来。家里面之前买的食物，还有让舔狗周鹏送来的，已经所剩无几。按照现在的局面下去，最多再支撑1周，他们就得饿死。2个人裹着被子坐在沙发上，脸色清白，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包拆封的压缩饼干。林彩宁看了一眼压缩饼干，然后对方雨晴说道：“雨晴，这是我们最后一包压缩饼干了。”方雨晴的眼睛里满是痛苦之色。放在过去，这种粗粝的食物，打死他都不会允许他们进入他娇嫩的喉咙。可现在，每一次他都能吃得干干净净，连掉到地上的渣子都舍不得扔，一定要捡起来吃下去。林彩宁继续说道：“干脆面还有5包，泡面还有3袋。厨房里倒是有半瓶老干妈，可馒头和挂面早就吃完了。”方雨晴痛苦地捂着脑袋：“干脆面，干脆面，那个东西根本就吃不饱吗？”林彩宁死死盯着他：“雨晴，现在外面的局势非常不对，你说会不会这场大雪根本就不会停下来？”方雨晴愣了一下，然后呆呆地扭过头看向窗外。透过已经结出冰花的玻璃，依稀能够看到
那纷飞的雪花不停地从天空落下。10天了，这场雪下了整整10天，一刻都没有停止过。2楼已经被彻底淹没，想要出门根本没有可能。而远处的街道上一片死寂，没有官方派来的扫雪车的动静。方雨晴的内心沉入谷底，无比的绝望。他不知道这场雪灾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又或者它到底还会不会结束。方雨晴捂住自己的眼睛，痛苦地哭泣道：宁宁，我们该怎么办啊？再这么下去，我们会饿死的。林采宁咬了咬牙，问道：周鹏那里还有食物吗？方雨晴摇了摇头，我询问过他几次，甚至还假装要和他交朋友，可是他真的已经被我榨干了，一滴都不剩。上次他给我送来2包泡面，那是他最后的口粮了。他现在瘦的就跟僵尸一样，肯定不会有吃的了。林采宁不甘心地握着拳头，那还有别人可以试一试吗？你看我们俩长得这么漂亮，只要我们略微出手，一定会有男人肯为我们动心吧。方雨晴看了他一眼，有些不满地说道：你是不是傻啊？现在大家伙都把物资当命一样看待，就算他们会对我们心动，也不可能那么容易把物资给我们的。再加上天气那么冷，就算我们送上门给他们白嫖，他们怕是都有心无力。方雨晴说到这里，眼神当中闪过一抹痛苦之色。林采宁不知道，方雨晴其实早就试过这种方法了，妄图利用自己的美色去跟男人换取物资。结果他的眼光太高了，又要求对方身高1.85米，又要求公务员，还要求人家月入5万才肯跟人家为爱鼓掌。结果就连邻居的60岁老大爷都表示，你来得太晚了，要是早来半个月，我尚且能上马一战。林采宁咬紧嘴唇，心中也是非常害怕。作为略有姿色的女人，她本打算用自己的美色作为最后生存的依仗，可是温度显然是禁欲的绝佳良药。忽然之间，她的脑海当中浮现出一个男人的影子来。她对方雨晴说道：对了，雨晴，你是不是忘了自己还有一个舔狗？方雨晴当然知道林采宁说的那个人是谁，她抿了抿嘴唇，一脸倔强地说道：哼，那个臭男人，除非他过来磕头求我原谅他，否则我绝对不会主动找他的。之前他找过张毅几次，目的就是给张毅一个机会，过来送物资讨好他。可是张毅对他的态度过于冷淡，甚至还发照片故意刺激他，这让方雨晴十分的恼火，并且发誓要让张毅过来舔他的脚丫子。如果现在自己主动联系对方，岂不是毁掉了自己高冷女神的形象吗？不，这对方雨晴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形象被毁了，以后还怎么找富二代？林采宁说道：你是不是忘了，张毅家里之前可是囤积了不少吃的，就算是过去了1个月，也得比普通人家里多。只要你一出马找他，他肯定立刻就答应把吃的给你送过来。方雨晴听到吃的，心里面也是有些异动，不过他犹豫地说道：可是我之前找他的时候，他都那么冷淡。林采宁说道：你傻呀，他肯定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你，所以就想要放弃了。毕竟前一阵子你对他也是挺冷淡的。方雨晴立刻激动了起来，那还不都是他自找的，明明就是个小中产罢了，还装什么富二代，害我白白浪费了那么多感情。林采宁笑嘻嘻地说道：但他现在也算是个优质备胎吗？备胎的作用不就是需要的时候拿来顶一顶吗？你稍微给他一点笑脸，让他心中的希望之火再燃烧起来，然后他不就任你予取予求了吗？方雨晴听了林采宁的一番劝导之后，认为颇有道理，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现在他太过饥饿了。一想到之前张毅给他发来的图片，那些牛排、奥龙还有点心水果，方雨晴的嘴巴里都分泌出了唾液。所有的矜持，为了那一口吃的都可以暂时放下。于是他拿出手机，找到了张毅的微信，尽量用温柔的语气发了一段语音过去。张毅在家里面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节目。如今全世界各大电视台基本上都停播了，但他早就下载了不少经典的影视节目和综艺，为了方便打发这漫长的无聊时光。叮咚，手机响了起来。张毅拿过来一看，发现是方雨晴，他的嘴角顿时露出戏谑的笑容。这个女人
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傲终于是撑不下去了。他点开了语音，立刻听到方雨晴颤抖的夹子音：“哼，张毅，你这个臭弟弟，那么多天都不找我聊天，你真是坏死了。不就是前几天说了你2句吗？其实人家当时就后悔了呀。不过人家是女孩子，不好意思先开口吗？你这个臭弟弟，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人家。”方雨晴作为一个绿茶白莲花，在撒娇卖萌这方面可是很有一套，要不然前世也不会把张毅哄得一愣一愣的。不得不说，听到他嗲嗲的声音，张毅也是骨头有些发酥。他咬了咬牙，这个小 S 货，如果不是知道他心肠的恶毒，真想把他给办了。张毅回了一条消息：最近身体不好，大概是生病了，所以懒得看微信。方雨晴一听，连忙问道：“生病了？你是不是冻感冒了呀？这个天气一定得注意保暖。”“不是，我热伤风。”张毅回复道。看着张毅发过来的消息，方雨晴一脸呆滞。“热伤风？你他妈在逗我？现在他们家室温都已经达到了零下50-60度，每天都得裹着被子和李彩宁一起抱团取暖，天天冷得睡觉都睡不安稳。你说你热伤风？张毅，别开玩笑，那么冷的天怎么会热伤风啊？”张毅发过去一个好奇的表情。“冷吗？哦，我屋子里有壁炉，倒是没有什么感觉。这玩意烧起来，屋子里热得难受，大概是前几天坐在火堆前睡觉，不小心病了吧。”张毅说着，用手机对着熊熊燃烧的壁炉火堆拍去一张照片，照片里面还把自己光着的2条腿拍了进去，又不经意间将他茶几上那些成堆的零食以及吃剩下的羊小排和鸡腿也拍了进去，然后他就把照片给方雨晴发送了过去。方雨晴看到张毅发来的照片，如果说前几次的照片只是让他有些发酸的话，那么这张照片则是直接让他极度的眼睛里冒火。壁炉，这可是取暖的神器，即便是在遥远的北方，家里面烧着这个，哪怕外面零下几十度都没有问题。这个玩意的取暖能力甚至比暖气还要给力，毕竟可以就近烤火。方雨晴这10天冻得浑身几乎失去了知觉，现在的他最渴望的东西除了食物之外就是取暖的手段。前几天他和林彩宁就为了取暖，把屋子里一张椅子给烧了，虽然只是短暂的维持了10几分钟的热度，不过火焰的高温让他当场就感动的哭了出来。可是家里面能烧的东西实在没有几样，烧完了之后他只能够缅怀那种感觉。谁能想到张毅这个家伙家里面竟然还有壁炉这种东西。天海市是南方城市，平日里大冬天都不需要穿羽绒服，谁家会在房子里装壁炉啊？方雨晴没有空去想这个问题，他的眼睛死死盯着照片，内心只有一个想法，他想要到张毅的家里去。看着张毅光着2条腿潇洒的模样，还有桌子上一大堆的食物，此时的张毅已经成为了方雨晴最大的希望。旁边蜷缩在被子里的林彩宁发现了方雨晴的表情变化，他把头凑过来一看，很快也是目瞪口呆，惊叫道：“我的天，这张照片不会是 P 的吧？这种时候怎么可能有人过上这么好的生活？这里简直是天堂！”方雨晴一下子醒悟过来，是啊，现在大家都在家里面挨饿受冻，张毅凭什么能过得那么舒服？说不定这张照片还有之前的照片都是他 P 出来的。他灵机一动，给张毅打了个视频电话过去，是真是假，只需要看一眼就清楚了。林彩宁也把脑袋凑过来，死死盯着屏幕。张毅看到通话邀请，表情有一些戏谑，他挺想看看这个白莲花卑微求他的样子的。如果不能够看着他在绝望中死去，又如何对得起上一世惨死的自己？所以他伸手接通了通话。电话一接通，双方都看到了彼此的现状。张毅刚刚锻炼结束，赤裸着上身慵懒地躺在沙发上。屋子里灯光明亮，身后摆放着健身的器材，依稀可以看到厨房里堆放着不少食材。偶尔他也会自己做一些饭菜来吃，就当是休闲。所以厨房里就随意放了几箱干贝、花椒和鲍鱼进去，还有7宝1丁的泡面，以及鱼子酱、松露之类的高级罐头。对他来说，这些东西就是偶尔品尝一下的快餐。
可对于镜头那边的2个女人而言，简直就是梦想中最美好的食物。相比起张毅的舒适自在，镜头那边的方雨晴和林采宁就显得非常狼狈。2个人身上裹着厚厚的被子，由于温度太低，许多化妆品根本没办法用，因此他们看起来有些憔悴，也不复往日里看着的那么精致。看到方雨晴的时候，张毅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失望。过去他苦苦追求的女神，原来素颜的样子也不过如此，最多就是个6分。想到自己痴迷于亚洲邪术那么久，他心中暗骂了一声。2个女人没有注意到张毅的表情，此时他们的眼睛完全被张毅家里面的东西所吸引到了。赤裸的上身代表着张毅家的室内温度绝对非常舒适，明亮的灯光，在每天限电不到1小时的日子里，他们想都不敢想。毕竟官方有规定，大功率电器是不允许他们使用的，否则就会强制断电。尤其是厨房里面那堆积的小山一般的食物，更是让2个吃了许久压缩食品的女人眼睛冒绿光。通过视频通话，让方雨晴和林采宁看到了张毅如今的生活状态。那种温度宜人、食物丰富的优渥生活，让他们彻底傻了眼，简直像是看到了天堂一般。他们大概是无法想象，在末日来临10天之后，竟然还有人能过得如此舒服。张毅淡淡的问道：“最近怎么样？看你们都瘦了，恭喜恭喜啊！”方雨晴和林采宁心里面真想骂娘，他们那是想变瘦了，那全都是饿的。现在他们每天只敢吃1包泡面，否则的话，家里面的物资早就糟光了。林采宁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张毅家里的吃的，他吞了吞唾沫，贪婪的说道：“张毅，你们家怎么会有那么多吃的呀？是不是上次咱们一起购物的时候，你囤积的那些？”张毅瞥了一眼厨房，淡淡的说道：“你说那些啊，都是些垃圾食品而已。我懒得做饭的时候就吃一点，平时基本上不怎么动。”张毅说的可都是大实话。他的一空间里面，好吃的东西堆积成山。毕竟他可是从各大酒楼餐厅订购了无数美食，而且就说沃尔玛仓库那上百亿的物资里面，就有10几万种吃的。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对方雨晴和林采宁来说，却是赤裸裸的在炫富。毕竟1包泡面在他们业主群都被炒到2000块1包了。张毅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们的喉咙不断的在蠕动，显然是在吞唾液。不过张毅什么都没有说，就这么静静的欣赏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张毅哥哥家里吃的真多，好厉害！现在外面不少人都吃不上饭呢。西西，还是你聪明，怪不得当初你买了那么多东西呢，原来早就有打算啊。方雨晴嬉笑着说道，他对张毅的称呼也是破天荒的变成了张毅哥哥。张毅嘴角微微勾起，哎，这有什么啊，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方雨晴又问道：“张毅哥哥，你们家看上去好温暖啊，而且现在也不是供电的时间，为什么你们家那么明亮？”方雨晴问出了自己最大的疑惑。没有什么比处于极度寒冷状态下的温暖更让人所向往了。张毅淡淡一笑，把手机镜头反转过来，对准了壁炉。我们家装了壁炉啊，这个玩意暖和得很，屋子里面都热得难受。他还故意说道：“对了，看你们的样子好像很冷似的，外面现在真有那么冷吗？我10来天没有出门了，也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张毅这句话可以说是把仇恨值给拉满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光是通过业主聊天群就可以看到大家的惨状，了解到其他人家的温度有多低。方雨晴和林采宁心里面恨得牙痒痒，他们知道张毅是故意这么说的，可是耐不住人家现在住在天堂啊，就是有凡尔赛的资本。方雨晴现在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住进张毅家里面去。因为看张毅的状态，他们家的食物非常的充足，再加上温暖的环境，谁能够不向往？方雨晴立刻换上了一副柔弱可怜的样子，眨巴眨巴眼睛，嗲嗲的说道：“张毅哥哥，你好厉害，人家好崇拜你啊，能不能让我去你家里看看？好久没有见到你了，雨晴好想你啊。”方雨晴觉得自己这一招肯定管用，毕竟之前他就是靠着这一招让身边不少舔狗对他唯命是从。何况当初张毅也追求过他，他认为自己这样的女神只要略施手段，
稍稍出手，张毅肯定会屁颠屁颠的同意他的请求。只要能够进入张毅家的家门，他自然有更多的方法理直气壮的住下去。大不了自己就给张毅一点点甜头嘛。男人不都是这种货色？可是他却没想到，镜头那边的张毅看到他发嗲的模样，只感觉一阵反胃。他真是开始怀疑过去的自己是不是脑子有病，要不然怎么会苦追这种女人2年？过去他们都在仓库区域上班，女员工本来就比较少。方雨晴会撒娇卖萌，又会打扮，所以日久天长，张毅就把她当成了女神。恋爱脑模式下，女神滤镜一开，方雨晴就成了他心目中的白月光。可是自从上一世他被出卖而死，这种女神滤镜就彻底消失了。看着镜头那边素颜的方雨晴，张毅的心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波动，甚至觉得矫揉造作，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他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然后靠着沙发，一手托着腮帮子，懒洋洋地说道：“这么冷的天，还是在家里好好歇着吧，不要出来乱跑。虽然我也不知道外面到底多冷，但看你们的样子，温度应该是挺低的。”方雨晴和林采宁大概没有想到会被张毅拒绝，两个人同时愣了一下，眼睛里满是不可思议。方雨晴的眼睛里更是写满了震惊和委屈，在他眼里，张毅就是一个不错的备胎啊，只要他勾勾手指头，机会乖乖过来为他服务。现在他可是主动提出要到张毅家里，对方竟然想都没想，直接就拒绝了，这严重打击到了他的自信心。更让他难受的是张毅那凡尔赛的口吻，不，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明明知道就在自己单元楼里有一处温暖如春、食物充足的天堂，而他却只能够在家里忍饥挨饿，他绝对无法接受。她可是女神啊！方雨晴脸色僵硬了一下，然后重新挤出笑脸：“张毅哥哥，你不要和雨晴开玩笑了，你以前不是对雨晴最好了吗？怎么，人家想去见见你都不让？人家又不说干别的。”他撅起小嘴，露出委屈的表情，真的是我见犹怜。一般的男人看到之后，大概都会升起怜悯之心，然后大男子主义泛滥，当场答应他的要求。张毅却是那个例外。自从被方雨晴出卖死掉之后，他对这个女人就不会再有仇恨之外的任何感情。张毅说道：“以前每次让你上我家来，你都是各种借口，说什么咱们都是单身男女，传出去影响不好吗？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又没有什么关系，是应该保持距离才对，省得人家说闲话。”以前张毅追求方雨晴的时候，想让她出来吃顿饭、看个电影，都要花费很大的一番心思，去准备礼物、准备惊喜，还要定下档次很高的酒店才有机会。当他想要更进一步，约方雨晴到他自己家，他就总是有各种借口。如今张毅把他当初的那些话拿出来，戏谑的还给了他。无尽的昏迷过后，石宇猛地从床上起身。方雨晴的脸色微变，毕竟过去自己做的事情，他还是有点逼数的。不过小仙女怎么会觉得不好意思呢？尤其是面对他眼中予取予求的备胎时。即便张毅对他的态度依旧冷淡，可方雨晴却认为他只是在欲擒故纵。他坚定地认为张毅倾慕于他，只要他再加把劲，肯定就能把张毅给拿下。于是他又撒娇道：“人家过去那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吗？张毅哥哥，别那么小心眼嘛，就当是晴儿错了好吗？人家现在就过去给你赔罪。”他说着轻轻咬了咬嘴唇，脸上竟然涌现出一抹红晕。大不了人家帮你捶捶腿，揉揉肩膀嘛。张毅也是忍不住内心直呼卧槽，这么冷的天，难得他能以如此精湛的演技演出羞涩少女的感觉，不去当影后真是可惜了人才。只可惜张毅并不吃这一套。那怎么行啊，咱们俩又不是男女朋友，做这么亲密的事情我无法接受。张毅板着脸义正言辞地说道：“我是一个传统的人。”方雨晴几乎要被张毅这句话给气炸了，他都要主动送上门了，你还装什么矜持？非要他说的那么直白吗？只要你让他在家里面住下，以后福利多多，好处多多，甚至上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他觉得可能是自己的话没有说明白，为了能够进入张毅家过上天堂一般的日子，他都不管旁边还有林采宁了。
直接对张毅说道：“张毅哥哥，其实人家一直以来对你都特别有好感，男女朋友什么的，以后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啊。毕竟日久了生情嘛。”说着，他又装作害羞似的捂着脸：“哎呀，羞死人了！你到底还要人家说的多直白吗？”他娇羞的模样，配合着欲拒还迎的小眼神，倒是真的很有诱惑力。如果换做以前的张毅，此时肯定脑袋一热，直接就让他进家门了。不得不说，绿茶白莲花也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这一番茶艺，没有10年的功力绝对做不到。而张毅则是在脑海当中迅速思考了一遍，到底要不要让方雨晴这个白莲花进入自己的家门。别误会，他可不是什么圣母，他只是单纯觉得自己当初也追求了他2年，要是可以上垒，狠狠地鞭打他，也算是给过去一个交代了。不过这个念头只是浮现出一瞬，就被他坚定地给否决了。因为现在可是末日，任何一丝可能存在的风险，他都必须要彻底杜绝。所以他不会打开家门，让别人进入他固若金汤的房子。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张毅冷笑了一声，看着方雨晴的眼神充满了戏谑。方雨晴，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他一摊手说道：“我承认，过去有段时间咱俩关系还不错。”不过他的脑袋靠近了镜头，一脸揶揄地说道：“你该不会是觉得我喜欢你吧？”对于一个自信满满的绿茶白莲花而言，这一句话的杀伤力可太大了。果然，方雨晴听完这句话，脸色顿时变得非常难看。边上的林采宁也是偷偷看了她一眼，眼睛里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喜悦。果然，闺蜜都是塑料姐妹花，表面上关心你为了你好，可实际上巴不得你出糗的人多的是。方雨晴质问道：“张毅哥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过去不是最喜欢晴儿了吗？”张毅嗤笑了一声：“别误会啊，你的确是有几分姿色，是个漂亮的妹妹。不过我可从来没打算跟你谈恋爱，最多就是玩玩而已。就凭我张毅的条件，在天海市想找个有模样有身段的女朋友，真不是什么难事。你到底是哪来的自信，认为我在苦苦追求你啊？”张毅一副忍俊不禁的模样。他说的是实话，他作为天海市本地人，有天海市户口，家里面有一套几百万的房子，手头还有几百万的存款，又有月薪过万的稳定工作，再加上高大英俊的外貌，他在天海市相亲市场绝对是优质男。否则的话，方雨晴也不会把他列为自己钓金龟失败后的首选。如果不是上一世张毅单纯善良，但凡会玩一点的话，身边早就不知道换过多少女人了。张毅的话就像是一把把刀子，直接刺入了方雨晴的内心。对一个自诩女神的白莲花而言，最无法接受的就是自己的魅力不被认可，因为那是她赖以生存的全部。过去她觉得张毅就是个备胎舔狗，她可以一边吊着张毅，一边去找更有钱的富二代。结果到头来，张毅却告诉她，他才是那条鱼塘里面的鱼。这让方雨晴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她愤怒的声音都变了：“张毅，你不要太过分了。”张毅冷笑，继续加大力度：“行了行了，你也别跟我装什么清纯美少女，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就是一个捞女吗？天天想着钓金龟婿，你以为有钱人都是傻子吗？对了，再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在天海市富二代圈子里都是出了名的。今天去舔张少，明天去追李少，人家只是跟你玩个几天，你还真当自己能做有钱人家的少奶奶了？知道他们私底下怎么叫你的吗？公交车，公共插座。”张毅肆无忌惮地嘲讽着方雨晴。在他自以为魅力很高，想要靠美色打动张毅，让他到张毅家中享福的时候，方雨晴的脸色白得吓人，身体因为过于愤怒而颤抖了起来。他什么时候被人当面如此羞辱过？而且还是被他眼中的备胎舔狗如此不留情面的嘲讽，这完全是把他的自尊心按在地上疯狂摩擦。张毅，你给我闭嘴！方雨晴怒吼道。张毅嗤笑道：“我不就是说点实话吗？你激动什么？这些事情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真的是又当又立。”说完之后，张毅不给方雨晴骂街的机会，直接就把通话给掐断了。
张毅痛骂了方雨晴一顿，把她白莲花绿茶婊的捞女本质说了出来，这深深戳中了方雨晴的痛处。虽然她拜金、滥交、玩弄男人感情，但她觉得自己是个好女孩。被张毅如此嘲讽，深深打破了她的自信。毕竟连张毅这种小资都能如此轻视她，说明她的魅力根本不够，更没有机会勾搭上富二代做富太太。张毅挂断通话之后，很快就看到方雨晴发了一大串的语音过来，不用听都知道是在骂张毅的。可是张毅在乎吗？他当然不在乎。末日之下，这个白莲花会一天天在极度的低温和饥饿之中死去。张毅只是戏弄他，看着他的惨状，他又怎么会跟一个死人生气呢？反而看到白莲花气急败坏的模样，他心中一股畅快的感觉油然而生。哈哈！张毅痛快地大笑着，他来到厨房，从冰箱当中取出了一瓶罗马尼康帝。这瓶酒价值20万，在沃尔玛的仓库里时也是用恒温酒柜保存的。这样的酒，张毅手中并不多，只有几十箱而已。今天心情不错，拿出来庆祝一下。家里面是不会缺电的，电路在装修的时候就改造过，连接的是备用电源以及无噪声发电机，能源他是一点都不缺。他来到客厅，非常有仪式感的摆满了一桌子美味大餐，法国焗蜗牛、战斧牛排、仰望星空、精灵盐水鸭，再搭配一瓶20万的罗曼尼康帝。末世之中，一切社会惯性的规则都在迅速消失。张毅吃东西不讲究那么多规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搭配就怎么搭配。他甚至可以拿鱼子酱当饭来吃。这种奢华的生活，放眼如今的全世界，恐怕是独一份了。因为末日来临的突然，即便是世界上那些最有权势和钱财的人，都来不及做出充足的准备。比如说许浩，他父亲也是天海市有名的大集团老总，可是在张毅的记忆当中，他父亲在末世半个月后就死了。毕竟他的财富都变成了废纸，而那个臃肿肥胖的老头子也没有末日生存必备的能力。此时方雨晴和林采宁合租的房子里，方雨晴的心态有些崩溃，气愤地摔大东西，大骂张毅。如果是平时，他未必会如此的愤怒，可偏偏是现在，偏偏让他看到了张毅家里幸福的如同天堂。温暖舒适的环境，充足的高档美食，都是寒冰末日之中最珍贵的东西。近在咫尺的天堂，他却无法踏入，这让他根本不能接受。张毅，该死的家伙，你算什么东西，也敢骂我？如果不是现在的雪灾，老娘连正眼都不会看你一眼。方雨晴咬牙切齿地骂道。在一旁的沙发上，林采宁盯着他，眼睛里闪过一抹轻蔑的神色。还不是你当初玩过了，要不然现在我们也可以享受张毅家中的那些美食，还有温暖的壁炉了。方雨晴冷哼了一声，他算什么东西？不就是有套房子和一些积蓄吗？我方雨晴可是要嫁入豪门，做富太太的。林采宁皱着眉头，可是现在张毅手里面有那么多吃的，家里面还有壁炉取暖，这可比富二代强多了。他看向窗外，大雪纷纷，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而这2天，根据手机获得的外界消息，全世界都处于冰雪笼罩之中。他忧虑地说道：这场雪灾难道会一直持续下去吗？电视里面仅剩的几个官方频道还在鼓励着人们，专家们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哆哆嗦嗦地说灾情很快就会过去，咱们人民有力量，坚持就是胜利。可是眼前的一切哪有灾情过去的一丝征兆？林采宁抱紧了自己，要是这场雪下个不停，那咱们就算不被冻死，也要饿死在家里啊！林采宁的话让方雨晴内心的愤怒瞬间化作了恐惧。10天了，他们已经被封在家里面10天了，这10天比10年还要漫长。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人是无法明白有多么煎熬。它甚至可以让一个人的精神出现混乱。即便方雨晴和林采宁是绿茶白莲花的组合，不过作为20多岁的女人，她们的内心也非常脆弱。面对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的大雪，她们想到了死亡。方雨晴蜷缩在沙发上，脑海中又浮现出张毅那个温暖食物充足的家来。她悲愤地说道：这不公平，凭什么张毅就能过得那么舒服，我这么漂亮，
却得过得那么惨。林采宁瞥了一眼方雨晴，没有说话。她把自己裹在被子里面，拿出手机，从通讯录里找到了张毅。很快，张毅收到了林采宁发过来的消息。张毅正喝着顶级红酒，搭配着奢华的大餐。看到有消息发过来，他眼睛里带着戏谑。漠视之下，看着他们这种女人的痛苦挣扎，真的比看电影都要精彩。张毅看了一眼林采宁发的消息：张毅，刚刚看到你骂方雨晴，我真是太为你高兴了。其实我早就知道方雨晴是个拜金的女人，从来没有真的拿你当一回事。我一直希望你有一天能够看穿她的真面目。太好了，恭喜你醒悟过来。张毅呵呵一笑，真的是塑料姐妹花，这么快就把方雨晴给卖了。不过这也正常，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林采宁和方雨晴都不是什么好鸟。他回复道：没什么。林采宁继续说道：过去看着你一直追求方雨晴，其实我心里面很难过。张毅，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你知道吗？现在你不要方雨晴了，我们俩在一起吧。张毅差点把刚喝的红酒吐了出来。卧槽，这个捞女真够直接的。他摇了摇头，啧，现实的一批啊。看样子这10天他的日子过得是够惨的。爱豆看书。以前林采宁对张毅也是不假辞色，虽然他自己的条件不怎么样，但是丝毫不影响他觉得自己是个仙女。如今见到张毅拒绝了方雨晴，又看到张毅家里生活质量这么高，立刻就想趁虚而入。张毅叹了一口气，这个女人不会以为我是收破烂的吧？方雨晴虽然是个绿茶白莲花，可起码懂得如何撒娇发骚，还会打扮。你林采宁除了犯贱自恋还有什么？但是出于恶趣味，张毅还是坏笑着说道：哦，真的是这样吗？可是我刚刚把方雨晴狠狠骂了一顿。你们俩可是好闺蜜，万一你跟了我，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吗？林采宁眼睛一亮，觉得有戏。她毫不犹豫地说道：什么闺蜜？我们不过是合租住在一起罢了。为了取得张毅的信任，她把方雨晴的那些黑料都给说了出去。你不知道我有多嫌弃她。这个女人特别懒，这几天她说自己怕冷，都不愿意去厕所，撒尿都是用的矿泉水瓶子，恶心死我了。别看她装的挺清纯的，其实天天去夜店找男人。如果遇到了富二代，她就想方设法的倒贴，要是缺钱花了就出去卖，要不然她一个月才5000块工资，哪有那么多钱买化妆品和名牌包包啊？一晚上才1500，下贱的很。哼，这种女人我根本瞧不起她。张毅也是头一回知道方雨晴还有这种副业，他咬了咬牙，愈发觉得这个世界太过于荒唐。幸好他也不蠢，虽然追方雨晴，但还不至于跟周鹏似的做个可怜的舔狗。林采宁为了取信于张毅，继续爆料方雨晴那些黑料。别看他装作清纯，实际上孩子都打过好几个了。大学的时候，他还让几个包工头养了4年。张毅默默看着，然后把他说的话来了个录屏。林采宁心里面显然早就对方雨晴很有意见，毕竟方雨晴比他会撒娇，还比他漂亮，这让林采宁在他身边只能够当一个陪衬。这个世界上哪有几个女人心甘情愿当别人的绿叶的？要不然你以为大学里面为什么那些飘零女神的闺蜜通常都是些长得又丑又胖的女孩？林采宁发泄完了对方雨晴的情绪之后，继续表白张毅。张毅，你知道这些年看着你追求方雨晴，我心里面多难受吗？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向你表白了，让我做你女朋友吧，我以后肯定会好好爱你的。而且这个时候，你在家里也很寂寞不是吗？身边有个女人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4 make 4。林采宁已经是在明示张毅，只要让他到张毅家里去，随便张毅怎么玩都可以。不过很可惜，张毅压根就看不上这种货色，他反手就把2个人的聊天记录转发给了方雨晴，然后对林采宁说道：虽然我很感动，不过这件事情还是算了吧。林采宁不死心地问道：为什么？难道你现在不需要一个女人吗？张毅强忍着胃部的恶心，对着手机说道：我是喜欢女人没错，但是你太丑了。说完，张毅就把手机静音，然后扔到了一边去。林采宁听了张毅的语音，
勃然变色。他竟然说他太丑了，污蔑，这是严重的污蔑。每次他把自己 P 好的照片发到网上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称赞她是大美女呢。就在林采宁气急败坏的时候，耳边传来一声愤怒的尖叫：“林采宁，你这个贱女！”方雨晴看到林采宁黑她的话，瞬间发飙了。两个人扭打在一起，互相扯头发、掐胳膊，一直打到打不动了才停下来，但依旧用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对方。如果不是因为天气太冷，尚且需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他们连杀了对方的心都有。而林采宁当然明白发生了什么时候，对张毅也是痛恨不已。不过他和方雨晴一样，比起痛恨张毅，可能还是羡慕更多一点吧。只要这个时候张毅同意让他们进入房间吃一些食物，他们都会舍弃尊严，像母狗一样的爬过去。张毅这边依旧过着朴实无华且枯燥的富足生活，每天晚上他都会打开电视去看自己过去从来不看的新闻。虽然现在新闻播报的内容依旧有很大水分，但是多少可以获得一些外面的消息。天海市官方下达通知，为了满足大家对于电力的需求，每天下午1到2点钟会进行供电，大功率电器无法使用，只能够对小功率电器，比如热水壶、手机等物体进行加热。现在各大发电站处于停止作业期间，电力匮乏，希望大家自觉减少用电，避免出现大规模、长时间的停电现象。张毅看到这条新闻，微微挑了挑眉。其实过去几天时间，每天都会陆续的来电，时间在1个小时以内，甚至有些时候只供电10几分钟。在这种时候，官方还愿意将电供给广大普通人，哪怕只有短短的片刻，大概也是他们最大的努力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发电站都停摆，在冰河纪元过去之前，能源都是越用越少。不过，让张毅在意的不是新闻的内容，而是女主播的语气以及新闻的播报形式。这一次的新闻，女主播的语气很严肃，播报的内容也不再是以安慰民众为主。这意味着官方已经放弃了对于全国受灾程度的隐瞒。当无力控制之后，只能够全面的进行消息放开，让大家尽早认清楚现实，然后想办法自救。果不其然，张毅打开手机，就看个各个聊天群里面已经炸开了锅，有痛骂官方不作为的，有绝望的哭泣的，更多的则是在高价收购物资的。泡面的价格从2天前的2000块一包，已经涨到了5000块一包。张毅依旧是感觉到无语，人类的贪婪本质实在是一览无余。明明知道世界处于末日，金钱这种东西短期内几乎不可能有任何作用，可他们依旧愿意拿吃的喝的去换钱。张毅什么话都没有说，他就像是一个观察者那样，超然物外的观察着一切。生活总还是要过下去的，即便丧失了希望，但人们谁都不想死，哪怕是狗活着也好啊。因此骂归骂，吵归吵，第二天他们依旧要为活下去而拼命挣扎。由于自来水管已经被冻住了，小区的用水成了一大问题。想要饮水，只能够冒着外面零下70多度的超低温去1楼取雪水，但是取回雪水之后，如何融化也成为了一个大问题。室内的温度也在零下50、60度，这个温度下，坚冰像水泥一样坚硬。有的居民可急了，就用舌头去舔，然后舌头就被粘在了上面，活生生的冻坏了。而这几天时间里，张毅通过监控探头，发现陈正豪手下的那帮人每天都会过来窥探。显然，他们认为张毅一定也会出来取水，打算趁这个机会把张毅给干掉。然而一连多日，他们也没有见到张毅走出房门。他们不会想象得到张毅的家中物资有多么的丰富，只要他自己愿意，可以在这个房间里面衣食无忧的活到死。这个陈正豪还没死吗？他也挺能撑的。张毅自语道。陈正豪的小腿中了一箭，在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情况下，腿肯定会废了，而且因为感染，甚至性命都保不住。更别说在这种极度低温之下，任何一点伤都会引发高烧，能活下去简直就是奇迹。难道说因为温度太低，病毒无法存活，所以才没死吗？张毅对于医学不太了解，弄不清楚陈正豪还活着的原因，但他也不太在意，外面谁活着谁死了，对他又造不成多大的影响。
陈正豪的死也只是早晚的问题罢了。第二天一早，张毅睡醒之后，睡眼朦胧的把手机拿了过来，每天看了一看聊天群的消息，再上论坛看看外界的情况，就是他现在最大的乐趣了。在这种漠视之中，看着别人在极度低温之下水深火热的苦苦挣扎，而自己却享受着天堂一般的日子，这种剧烈的反差感可以带给张毅巨大的满足，最起码打消了他内心的无聊和偶尔的孤单。比起那些冻饿而死或者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他已经不知道多么幸福了。打开手机，没想到先看到的竟然是方雨晴和林采宁的留言。方雨晴：张毅，对不起，昨天我可能是太冷了，所以情绪不太好，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你说的对，过去的我太单纯，也不懂事，没有发现谁是真正对我好的人。现在我才认识到，原来对我最好的人是你。其实我的内心也是非常喜欢你的，你就原谅我好吗？以后让我们在一起好好的生活吧。我想要做你的女人。你一个人生活不也会孤单吗？我可以满足你很多需要，西西，你懂得。张毅有些唏嘘，之前一直表现得高冷无比的方雨晴，终于在灾难面前丢掉了自己所有的尊严和傲慢。即便被张毅那么无情的嘲讽，他也不得不抛下尊严，选择来跪舔张毅。啧。张毅摇了摇头，上一世自己还是蠢，如果早知道她是这种女人，还不轻易就上手了。方雨晴这样的货色，就像是那些明明800就可以做个全套，却偏偏要88万彩礼才肯嫁的女人，明明下贱的很，装什么清纯？张毅回复了一句，虽说烂梨也能止渴，但我还没饥渴到那种程度。他可是有祖传手艺傍身的男人，再不济，异空间里面还有不少道具可以使用呢，是那种高档货，樱花国开发的全仿真产品，能加热带语音。哎，也不是张毅想要，实在是沃尔玛的仓库当中品类太过齐全。关闭了方雨晴的聊天界面之后，张毅又打开了林采宁的。这个女人比方雨晴还要大胆，她或许也知道自己的姿色不如方雨晴，竞争的话落入下乘，因此她直接给自己来了几张自拍，都是那种尺度满天星的。比起方雨晴，她更加放得开，这玩意要是搁过去，直接能让她社会性死亡了。张毅迅速地回复道：你的也太黑了，然后就不再理睬。他也知道，这两个女人见过他家中的美好之后，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进入他的家里。现在都抛弃尊严求他了，之后更是会不择手段。但是那又能怎么样呢？张毅花费重金把家里打造成钢铁堡垒，就是为了应付任何可能的情况。方雨晴和林采宁收到张毅的回复之后，气得又破口大骂了一番。他们已经连尊严都不要了，低声下气的求张毅。尤其是林采宁，都把自己能拍的地方和姿势都拍了一遍。张毅竟然说他太黑了，奇耻大辱啊！虽然张毅说的的确有些道理，但是那些地方的变黑是不可逆的呀，他又能怎么办？两个人越想越不甘心。现在的日子过得如同地狱，不光要忍受饥饿，还要忍受极度的低温。张毅的家是他们心中最后的希望了。方雨晴咬紧牙关，眼睛里出现了狠辣的神色。实在不行的话，就冲进他们家里去，我一定要在他们家生活，我不想再忍饥挨饿了。实在不行的话，把张毅给杀了也无所谓，只要能够住进张毅的家里，现在让他做什么他都愿意。虽然想是这么想，但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如果跑到张毅家去砸门，她一定打不过张毅。想到这里，方雨晴阴冷的目光望向了隔壁。她和林采宁已经决裂了，曾经的塑料姐妹花彻底撕破了脸面。不过现在方雨晴需要有人帮她，于是她来到隔壁，对林采宁说道：张毅这个该死的锅腩贱货，竟然眼睁睁看着我们挨饿受冻，也不让我们进他家里去，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那么好的屋子不是他配住的，咱们想办法把他的房子给抢过来吧。林采宁听到方雨晴的建议，也是两眼冒绿光。跪求张毅没有效果，那就只能够想办法去骗去抢了。好，我同意你的说法。张毅那种贱人，凭什么住在那么好的房子里？他就该滚出去，被冻死，被野狗给咬死。
咱们住进他们家才最合适了。出于对张毅的仇恨以及对张毅家的渴望，两个塑料姐妹花又临时达成了统一战线。不过对于如何把张毅的房子抢过来，两个人又是好好商量了一番。去抢房子的话，咱们俩也未必打得过张毅，还是得靠外援的力量才行。欧元豆看书，就算是平时，他们两个人都打不过张毅，更别说现在他们又冷又饿，而张毅则是精神饱满，不愁吃喝。林采宁咬了咬牙，要不然喊上几个邻居一起过去。方雨晴冷冷地瞪了他一眼，你是不是傻？张毅家里的物资就算再多，也不够那么多人分的，所以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少越好。林采宁焦急地问道，那你说该怎么办？方雨晴得意地说道，我们可以把周鹏喊过来。周鹏是他的忠诚舔狗，对方雨晴百依百顺。张毅虽然也舔过方雨晴，但最起码有点脑子，不至于被方雨晴任意摆弄。可是这个周鹏则是完全无脑的一个货色，为了方雨晴，让他去死他都有可能去干。所以方雨晴打算让周鹏帮他把张毅的房子抢过来。林采宁笑着拍手，真是个好主意，还是那个舔狗好用。方雨晴当即就给周鹏打电话过去。此时的周鹏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了。作为仓库的员工，他家里本来是有不少吃的，但是那些东西大多给了方雨晴。周鹏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人家只是在玩弄他，还在自我感动，认为自己付出了那么多，方雨晴将来肯定会嫁给他。一看到方雨晴的电话，他就兴奋地忘记了饥饿和寒冷，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等他到了方雨晴家中，方雨晴立刻凑过来，一脸委屈地说张毅如何轻薄于他。张毅他简直就是个畜生，我只不过是问他要点吃的而已，他就让我陪他睡。周鹏，你是知道的，我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周鹏看着方雨晴梨花带雨的模样，又想到他被人欺负，第一时间就找到自己，顿时内心无比愉悦。你瞧瞧，为什么他有事情不找别人，就找我？说明我在他心里的地位不一般啊。这大概就是爱情吧。周鹏觉得这是展现自己男子汉气概的时候了，说不定能够一鼓作气，直接把方雨晴给拿下。于是他拍着胸脯说道，张毅他妈的真不个东西，竟然敢对你做这种事，我非把他给宰了不可。方雨晴和林采宁对视了一眼，心说这个舔狗还真是好骗。他们原本准备了很多话术，都没来得及用出来，周鹏就主动包揽了收拾张毅的事。方雨晴拉着周鹏的胳膊，用魅惑的眼神望着他。张毅家里面可是囤了不少吃的呢，而且他家还装着壁炉，特别的暖和。这种贱人凭什么住在那样的房子里？周鹏，咱们想办法把他的房子夺过来，以后咱们一块住在哪里，你说好不好？周鹏本来就对张毅看不顺眼，因为张毅比他长得帅，还比他有钱。过去两个人都对方雨晴有意思，而方雨晴自然是对张毅的态度好过对他。现在周鹏被方雨晴搂住胳膊，隔着7、8层衣服，感受着若有若无的触感，心里面油然而生一种胜利者的快感。他当即说道，哈哈，好，雨晴你放心，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方雨晴见到周鹏同意了，又说道，不过你一定得小心，张毅那么自私无耻的人，如果我们去抢他的房子，他有可能会反击，所以我们得带着武器过去，而且最好是先下手为强。林采宁也在边上说道，要我说，干脆直接把他给打死得了。他对张毅恨得最深，因为他把自己的私密照发给了张毅，结果张毅非但没有心动，反而说他太黑了。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他想死的心都有了，所以张毅必须得死。周鹏听到这话略微有些犹豫，杀人这件事情说起来轻巧，可大家毕竟都是在文明社会生活了20多年的人，想开这个头并不简单。方雨晴看见周鹏犹豫，顿时甩了脸色，怎么，你不同意？张毅他都那么欺负我了，你还对他心软？看来你过去说的爱我都是假的，哼！周鹏见到方雨晴生气，舔狗本性又发作了，他赶忙说道，别，雨晴你别生气，我听你的还不行吗？只要能够得到方雨晴，杀人的事情他也就干了。
毕竟现在处于末世，人的道德理念都在慢慢的沦丧。方雨晴道：“那好，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过去吧。到时候先想办法骗张毅开门，只要他一开门，我们就……”他做了一个割喉咙的动作。林采宁则是把准备好的工具都拿了过来，2把菜刀，一根钢管，是他拆下来的撑衣架。周鹏拿过来一把菜刀，塞到自己厚厚的羽绒服里面。几个人准备完毕之后，就杀气十足的前往张毅家。他们来到张毅家门口之后，方雨晴和林采宁手里拿着武器躲在旁边，避免被张毅通过猫眼看到。二人给周鹏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周鹏敲门，把张毅给骗出来。周鹏点了点头，伸手摸了摸放在衣服里面的菜刀，顿时有了底气。他伸手在门上敲了敲：“张毅，张毅，你在家吗？”“我是周鹏。”听到门外的声音，张毅有些好奇。周鹏，他和周鹏虽然都是在仓库上班，但是平日里关系并不好，更是因为都追求过方雨晴的关系，发生过一些矛盾。这个家伙来找自己肯定没有什么好事，毕竟在末世之中，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好消息了。张毅没有过去开门，而是打开了电视查看监控。果然，他就看到了门外的场景。看着躲在门两旁，手中拿着菜刀和钢管，一脸杀气的2个女人，张毅的后背也是冒出了一股寒气。尽管自己做好了完全的准备，可是这2个女人的狠毒依旧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想杀我？你们也配？张毅冷笑着，黑色的眸子里森冷的杀气也蔓延开来。谁杀谁还不一定呢。周鹏见到没有人搭理他，更加用力地敲起门来。张毅，张毅，我是周鹏啊，你把门打开一下，我有很重要的话对你说。张毅冷笑了一声，伸手把枪拿了出来，咔嗒一声解开了保险。他走到门口：“谁啊？”周鹏听到张毅回话了，赶紧在下面伸手示意方雨晴和林采宁做好准备。2个女人头一回做这种杀人的勾当，有些紧张，可是一想到杀掉张毅之后就可以住进他那温暖舒适而且食物充足的房子，他们的目光立刻变得坚定了起来。周鹏说道：“张毅，我是周鹏，我们家的食物都吃光了，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你能给我点吃的吗？”他一脸哀求的模样，手却悄悄地放下去，随时准备拔刀。张毅靠在门上，淡淡的说道：“我们家也没有吃的了，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啊。”方雨晴和林采宁心中暗骂：“你家里能没有吃的？那厨房里面7、8箱吃的，而且还是干贝、瑶柱和鲍鱼，那都是假的。不过这种情况，他们也早有准备。”周鹏咬了咬牙，从口袋里掏出1盒药：“张毅，我也不白拿你的，我用1盒布洛芬跟你换。天寒地冻，许多人都感冒发烧，这种情况下，要是能救命的，价值甚至不弱于食物。”为了引诱张毅开门，周鹏把自己珍藏的布洛芬拿了出来。张毅此时在门后，却是在思考应该如何对付他们。杀了他们，那也简单，无论是用枪还是用弩，都可以让他们毙命。不过单调的杀了他们，实在是太无聊了。末日之下，死了反而是重解脱，活着才是无间地狱。他当然不会便宜了这几个贱货。思索了一番之后，张毅心中有了主意。他走到垃圾桶前，拿出了一个脉动的瓶子。刚刚喝了好几罐啤酒，刚好尿意也上来了，他就对着瓶口哗啦啦的开闸放水。布洛芬，这东西不错，你让我考虑考虑。张毅一边放水，一边慵懒的和周鹏聊天。门外的几个人也听到了若有若无的水声，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张毅在干嘛，只是听到张毅口风像是有戏，几个人的脸上也出现了兴奋之色。周鹏赶紧说道：“对对对，你把门打开，咱们交换一下。我要的也不多，2包泡面就可以了。按照现在小区的物价，布洛芬起码能换5包泡面。”周鹏故意开出低价，就是为了忽悠张毅开门。2包泡面？我怕你吃亏啊，那多不好意思。张毅放水结束，手中立刻多了一瓶冰红茶，满满当当的一瓶子，还泛着白色的沫子。周鹏以为张毅快要上钩了，趴在门上说道：“没事，我现在饿得不行了，咱们又是同事，便宜别人不如便宜你了。你快点开门吧。”
张毅踩着凳子爬到了门上的射击孔前，然后对着门外的3个人将一瓶热乎乎的新鲜冰红茶浇了下去。周鹏几个人被突如其来的液体浇到头上，顿时吓了一跳。方雨晴跟林采宁更是尖叫了一声：“啊，这是什么东西？”“哎，是热水，还在冒热气呢。”感受到那温暖的热度，几个人一开始还有些高兴，可是不出1秒钟，他们就闻到了那股特殊的刺鼻味道。这是尿啊！尿液淋头，2个女人发出了杀猪一般的尖叫，立刻蹲在地上狂吐不止。而周鹏也是愤怒的红了眼，砰砰砰，用力的砸门。张毅，我 AK 井号人民币星号，100分号井号人民币，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老子弄死你！可是那厚重的合金门用拳头砸上去一点没有变化，反而是周鹏的手疼的厉害。房门内传来张毅畅快的大笑声：“我的尿味道怎么样？好不好喝？几个脑残还想过来坑我？你们也配！”周鹏几个人顿时意识到他们已经被张毅给发现了，几个人又惊又怒，在门外对着张毅破口大骂。周鹏骂道：“操，就不该跟你废话！你给我等着，我进去了非得弄死你不可！”他也不装了，从衣服里面掏出菜刀，对着门就玩命的砍了下去。普通的门都是木质结构，只要破坏了门锁就可以把门打开，但是张毅的门是一体化的合金打造的，能扛得住 RPG 的轰击。周鹏一刀下去，等于是砍在了钢板上，门纹丝未动，巨大的反震之力直接被菜刀震飞了出去。菜刀从周鹏的脑袋旁掠过，直接拉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而他的虎口也被震得鲜血直流。一个生物学的小知识，人的皮肤在冬天的时候更加的脆弱，而疼痛的感觉也更加剧烈。周鹏整个人都吓傻了，刚刚那一下，如果菜刀再偏一点，就直接砍在了他的脸上。不过很快，他的愣神就被剧烈的疼痛感强行打断了。啊呀呀呀！周鹏痛呼了起来。2个女人见状，内心的恐惧让他们丢下周鹏，慌忙的跑掉了。张毅在房间里看着这一切，手中的手枪掂量了几下，思考着要不要出去，直接给他们一人来1枪。不说打死他们，起码让他们挂点彩，那样他们在这寒冰末世必定生不如死。爱豆看书，但是思索了片刻之后，他放弃了这种打算。为什么？因为外面就是3条疯狗啊！虽然自己开门出去有很大概率把他们打伤，但是自己也有0.0几的几率被反杀。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去开玩笑，这种事张毅绝对不干。没错，他就是狗中之王，自己小日子过得那么舒服，何必意气用事？没关系，我就在这里熬死他们，看他们能在这末世之中活上几天。张毅气定神闲，回到沙发上继续打游戏去了。周鹏和方雨晴几个人跑回家中，他坐在沙发上，浑身瑟瑟发抖。刚刚差一点没命了，到现在他还心有余悸。而方雨晴看到他身上的尿液滴落到沙发上，立刻尖叫一声：“啊！滚开！谁让你坐我的沙发的？”方雨晴心疼自己的沙发，又嫌弃周鹏满身尿液。毕竟当时周鹏在门口被泼的是最多的，他当即对周鹏吼起来，让他不要坐在沙发上。周鹏内心非常的委屈，他可是听了方雨晴的话才去找张毅麻烦的，现在浑身被淋了尿，冻得瑟瑟发抖不说，身上还有伤口，结果方雨晴竟然这么对他。不过舔狗毕竟是舔狗，周鹏转念一想，方雨晴骂自己也很有道理，他帮方雨晴做事都没有做好，身上不干不净的，怎么可以玷污女神家里的沙发？周鹏越想越觉得自己挨骂不亏，他赶紧站起来向方雨晴赔礼道歉：“对不起，雨晴，都是我不好，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啊。”方雨晴和林采宁这急去换衣服，便冲他挥了挥手：“你赶紧滚出去，我们要换衣服了。”周鹏也不敢说什么，赶忙离开了方雨晴的家里。2个人回到房间，迅速地换下了被张毅泼了尿的衣服。可是换完衣服之后，他们依旧能够闻到那股刺鼻的气味。毕竟不光衣服上有，他们的头发和皮肤都沾了不少，甚至沿着脖子流淌到了里面。天气那么冷，洗澡无异于是找死，他们根本不敢。
因此只能强忍着恶心。行动失败，还害得自己被泼尿，两个女人心里面对张毅更加的仇视了。怎么办？张毅太狡猾了，不好对付啊！可恶，不管怎么办，我都要把他的房子抢过来。我们好好想办法，就不信他没有弱点。就在两个女人商量怎么对付张毅的时候，张毅给方雨晴发来了消息：这一是尿，下一次我可就往你们身上泼屎了。这一回也就是张毅准备的匆忙，要是让他提前准备的话，必定大份招待，泼他们一身。方雨晴和林彩宁脸都绿了，这要是被泼了屎，他们想死的心都有了。张毅关掉了聊天，不再看方雨晴发来的消息。虽然他已经屏蔽了消息提示，但显示消息数量的字数却在迅速的攀升，不用看都知道不是什么好话。他去业主群里面看了看，刚一进去就看到了一场好戏。自从家里面被陈正豪抢过之后，林大妈的精神似乎就出了问题。现在她在群里不停的发语音，叫嚣着让大家把物资都交给她。我可是咱们小区居委会的主任，你们谁敢不听我的话，等到雪化了，把你们都抓起来。听到了没？都给我回个话。你们今天必须把吃的东西都送到我家来。可是这一回根本没有几个人调他了。10几天过去了，人人也都意识到如今的大环境是个什么样子。官方根本顾不上每一个人，而林大妈所谓的居委会更是连个屁都不是了。她吓唬不了大家，反而是被人一顿嘲讽。该死的老太婆，你赶紧去死行吗？当初你骗了我们家1箱泡面，我还没跟你算账呢。有人又拿雪灾一开始的事情说事，当初要不是你告诉大家没事，不让我们囤积物资，我们怎么会有今天？这个事情一提起来，瞬间激起了所有人的怒火。刚下雪的时候，外面虽然非常寒冷，可有些人还是想要出去购物的。但当时林大妈一直在群里说雪灾很快会过去，还说谁要是囤积物资会被处理，大家就没敢出去。等到几天之后，大雪把所有的路都给封上了，想出门都不可能了。若不是他，大家起码可以多囤半个月的物资。该死的老太婆，你看看你干的是什么事？都怪你这个害人精！邻居们对林大妈破口大骂，而富二代许浩也出现在群里，高价收购物资，无论是吃的还是喝的都行。一包泡面我出1万块，一瓶矿泉水我给5000。泡面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万，许浩是真的急了，他的钱现在再不用就成了废纸。张毅摇了摇头，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用钱来买东西。就在张毅话音刚落，立刻就有人跳了出来，我家里有一些吃的，可以卖给你。张毅顿时无语了，看样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有贪婪到愿意为了钱豁出命的人存在。即便希望再渺茫，还是有人在赌这场雪灾不会持续的太久。可是只有张毅知道，这场雪灾还会无比漫长的持续下去。而这场雪之后，即便是雪停了，全世界也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来恢复。钱这个玩意甚至不如废纸有用，最起码废纸还可以留着擦屁股。张毅想到这里，脑海中忽然出现了一个恶趣味。他仓库里面的卫生纸是多到用不完，可是邻居们家里估计没有那么多。如果卫生纸用完的话，他们拿什么擦屁股呢？很快他又摇了摇头，天天吃不饱饭，估计拉的也很少吧。不过这也预示着现在勉强维持的和睦很快就要被打破了。张毅知道，一旦当食物彻底断绝之后，人会变成怎样恐怖的野兽。第二天，方雨晴和林彩宁又跑到张毅家敲门，他们在门外苦苦哀求，希望张毅能够让他们进门，还说自己快要被冻死了。张毅对他们丝毫不理睬。被冻死，那正是张毅希望看到的。见到张毅没有任何回应，他们又说，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哪怕只是给他们一些食物都可以。张毅透过监视探头，看到他们竟然都打着伞过来的，看样子是昨天被泼了尿之后，已经留下了心理阴影。不过张毅可没有蠢到去给他们开门。如果他猜得不错，他们的身上都带着刀子，随时准备把自己杀死，然后抢夺房子和物资。张毅想了想，打开了一空间。仓库里面有许多杂物，平日里是用不上的，当时张毅顺手都给收起来了。反正他的一空间足够大，也不用担心占地方。没想到
现在就派上了用场。他从里面的玩具区域拿了2颗臭气弹出来，这种玩具是搞恶作剧用的，点燃之后就会冒出极为恶心人的臭气，而且用水和洗衣粉都非常难洗掉。他听着门外方雨晴和林采宁的声音，嘿嘿一笑，拿起臭气弹就走了过去。张毅把臭气弹点燃，然后迅速地沿着门上方的射击孔扔了出去。臭气弹落地之后，就迅速地冒出一大股黑色的浓烟，刺鼻的臭味迅速在走廊弥漫。方雨晴和林采宁闻到这股味道，感觉就像是打开了一罐密封了10年的粪便一样，当场就狂吐了起来。哦，什么东西？哦，张毅，哦，你好无耻！楼道里的臭气越来越多，2个女人赶紧逃跑。而张毅并不担心臭气回到屋子里，他把射击孔关闭之后，整间屋子就处于半密封状态。虽然空气还能够流通，但房屋建造的时候就特地搞了空气过滤系统，不会让任何异味和有害空气进入。通过监控看到那2个女人狼狈的边走边吐的模样，张毅开心的大笑了起来。不过很快他就接到了隔壁邻居的投诉。张毅，你门口扔的那是什么东西？好臭啊！麻烦你考虑一下邻居的感受行吗？张毅的邻居是一对小夫妻，搬来也有2年了。不过平日里张毅跟他们也没什么交集，最多坐电梯的时候见面点个头。现在这种时候了，他也懒得去维持什么邻里之间的关系。漠视之下，他做的一切都只考虑自己的安全，别人如何他根本不在意。甚至可以说，只要他能够活得安全舒适，他可以毫不手软的去干掉其他人。末世之中，任何圣母的心态都不能有，一旦出现就必须马上掐死。不服过来打我啊！张毅说完之后，直接把邻居给拉黑了。还是那句话，他懒得跟人家吵架，浪费口水。很快，张毅就发现邻居在大群里面喷他，但是可惜，别人根本没有心思管他们的破事。张毅嘿嘿一笑，没有道德的感觉还真的蛮爽的。这天下午，张毅在睡梦之中忽然被吵醒，砰！一声巨响在楼道里响起，迅速传遍了整个单元楼。张毅的表情有些凝重，这声音像是枪声。他们小区里面竟然有人有枪？张毅也不确定是枪还是鞭炮，他赶紧来到客厅，打开电视查看监控。结果眼前的景象让他忍不住瞳孔一缩。3楼的那家住户门前，断了一条腿的陈正豪手里握着一把黑色的枪，那森冷漆黑的光芒很容易就能让人心神颤抖。而那家住户的门开着，从监控的角度依稀可以看到2条人腿。而陈正豪手底下的那些个小卡拉米则是拿着一些食物还有蜡烛等东西，一脸嬉笑地走了出来。很显然，3楼那家住户已经死了，就算没死，中了一枪又失去所有物资的他也撑不了几天。这个时间是上午10点，通常每户人家都会在这个时候一起出去挖雪回来化水饮用，大家一起可以暂时提高楼道里面的温度，不至于太冷。而没有人可以离开水而存活，因此这项活动每天都在进行着。陈正豪正是瞅准了这个时机，开始动手杀人并且抢夺物资。叮咚，手机响了起来。张毅拿过手机看了一眼，消息是大群里面的。陈正豪发了一段语音：现在已经大雪封城了，咱们谁也依靠不上，必须靠自己。我陈正豪就担负起25栋楼长的责任，以后这里的一切都是由我说算。你们乖乖听话，我可以让你们好好活着。谁要是敢当出头鸟，嘿嘿。紧接着陈正豪就发了2张图片过来，一张是他手里面握着的枪，另一张则是3楼住户倒在血泊里的画面。往日里叽叽喳喳的大群，此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血腥残酷的一幕给震惊到了。相信大多数住户此时的内心都充满了恐惧。和平年代，他们几时见过这样的场面，甚至连想都无法想象。然而现在，血一般的现实摆在面前。在这栋封闭在暴雪中的单元楼里，他人即地狱，没有人敢开口反驳陈正豪，大家都怕死。张毅躺在沙发上，忍不住说道：陈正豪高明啊，不愧是能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的人。陈正豪软硬兼施，并没有一味地对这栋楼里的业主们进行恐吓。
因为他手里只有一把枪，到底有多少子弹，谁也不清楚。可张毅知道数量肯定不会多，毕竟这玩意在国内管控的比较严格。当初张毅花了大价钱，人家也只卖给他100颗而已。而且陈正豪手下的小卡拉米只有5、6个的样子，整栋楼50来家住户，100多号人，真要是把大家伙逼急了，他一个瘸子根本架不住。所以软硬兼施，一方面给大家画大饼，一方面吓唬他们，才是让这些业主们听话的最好办法。人性从来都是畏惧死亡的，哪怕他们心里都明白，陈正豪今天可以杀3楼的业主，明天就有可能轮到他们，可他们心中依旧有侥幸心理。比如说住在高层的，就觉得陈正豪今天杀3楼的，明天杀4楼的，哪怕杀他也得再过半个月，那么他就不需要去拼命，反正下面的人一定会反抗的，以此类推。而住在4楼的人呢，又觉得陈正豪不一定按照顺序来杀人，反倒是自己反抗的话一定会被杀，倒不如老老实实在家里归着，说不定是别人先死呢。张毅耸了耸肩膀，反正这些事情与他无关。爱豆看书，别人是不敢反抗陈正豪，他是根本不惧陈正豪。只要陈正豪敢出现在他家门口，他的死活就完全把握在张毅的手里。至于其他邻居们是死是活，跟张毅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他们自己当鸵鸟，不愿意反抗。张毅更没有当圣母，牺牲自己拯救他人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叮咚叮咚的声音。张毅拿起手机一看，立刻显示多出来几百条消息。他发现自己被拉到了一个新的群里。张毅好奇之下进到里面看了一眼，发现原来是单元楼的业主们又重新拉了一个群，不过这个群里却没有陈正豪那一帮子人。原来是陈正豪带来的死亡威胁，让有些人想到了要抱团取暖。张毅也不说话，毕竟他自己的安全肯定没有问题，他就想看一看这帮子人能做出什么事情来。新群一成立，各户的业主与租户便惊慌失措地聊了起来。陈正豪简直是个魔鬼啊！他抢了3户人家，都是破门进去的。3楼301住的是2个年轻人，性子烈，还想要反抗，直接就被他用枪给打死了。其他2户是302和401，被这么一吓唬，就老老实实把家里的吃的喝的都给了他们。哎，这种日子家里面没有吃的喝的，那不就是得等死吗？有人义愤填膺地说道，咱们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抗陈正豪这种恶霸。下面立刻有人回应，对，我们那么多户人家，难道还会怕他们5、6个人不成？只要大家团结一心，他就不足为惧。也有人提到，可是他手里面有枪啊。哼，有钱又能怎么样？他一把枪能有几颗子弹？就是，我们一拥而上，他根本挡不住我们。我一个左正蹬，再来一个右边腿，保管让他倒地不起。他现在腿瘸了，根本不值一提。他要是没有枪的话，我一个人就能收拾他。大家提起一起对付陈正豪，都是满腔热血，仿佛恨不得现在就冲到陈正豪家里，把他给处决了。不过，有人在这个时候插了一嘴：“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这句话引起了短暂的沉默。过过嘴瘾当然是比较方便的，但是真要去拼命，大家可就未必敢了。道理谁都懂，但是谁都不希望自己是那个冲在最前面挨枪子的。说的那么漂亮，其实是为了忽悠别人过去挡子弹。妈，这个事情不是问题，咱们肯定能收拾他的。不过毕竟他是个亡命之徒，手底下还有几个小混混，我们想要从长计议。对，蛮干那是莽夫的行为，我们要用智慧取胜。张毅撇了撇嘴，刚刚还喊着陈正豪不足为惧呢，还有人要左正蹬右边腿对付陈正豪的，现在真的要上了，又开始喊智慧取胜，他真是呵呵了。这个时候，小区的保安尤大叔突然发了一段话：不能让陈正豪他们再这样下去了，再搞下去，大家伙都得被他弄死。就算不被枪打死，被抢光了吃的喝的，不还是个死？我可以带个头，大家跟我一起过去，教训这群狗杂种。尤大叔平日里话不多，他是退伍兵，性情耿直，一腔热血，在小区也是颇受大家尊敬。面对陈正豪这样的无耻败类，
草菅人命的恶棍，他的心中满是怒火。嚯，尤大叔威武啊！不愧是人民子弟兵出身，厉害！尤大叔，我支持你。你需要武器不？我们家的菜刀可以给你用。我这里还有一把去年旅游时候买的龙泉剑，借给你吧。陈正豪就是个瘸子，尤大叔你这样找个机会从背后偷袭他，不要给他机会。大家伙对尤大叔一同吹捧，还在那里七嘴八舌的给出自己的建议，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要和尤大叔一起去对付陈正豪。尤大叔也是有些无语了。陈正豪他们有5、6个人，还有枪在手里，我一个人过去肯定不行。最起码咱们需要10几个小伙子跟我过去，这样才能保险。我当过兵，还是有一些身手的，可以带头。家里面有成年男性的住户顿时不说话了，而方雨晴等家里没有成年男性的女住户顿时和打了鸡血一样。对，我们女人柔弱无力，对付不了这种败类。25栋的男人们，现在就是展现你们男子汉气概的时候了。咱们楼的男人都是了不起的爷们，你们一定要成功啊！体现你们绅士风度的时候到了，希望你们马到成功，保护我们这些柔弱的女人。业主里面的成年男性当然不乐意了，他们有些人还没结婚，就是自己独居的，要么就是跟朋友合租，让他们豁出性命去对抗恶徒，他们也不是完全不能做。但是看到女业主们的态度，明显一副女权师的模样，还把他们冒着性命危险对抗恶徒当作是他们的责任，那这些男人们可就不乐意了。可千万别，以前你们什么事都提女性优先，现在遇到危险倒是让我们先上，凭什么呀？现在我们给你们想要的公平对待，要上就大家一起去。平日里在网上打拳打得那么厉害，有本事对着陈正豪他们去打。